原来的那3位证人，明天都不回来了。本来他们做好了辞职的打算，但公司暗示他们走可以，但不会配合之后，他们的求职被调，他们怕在这一行再也干不下去了。如果你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那公司就是违法行为啊。算了吧。我能理解他们，我也不想别人为我牺牲。你很勇敢，可是勇敢有什么用呢？太难了。想要改变偏见，怎么就这么难呢？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明天还要开庭，快早点休息吧，啊！他们不来，我是不是一定会输？所有跟案情相关的，我不能跟你有任何透露。但是李芳宁，你要相信法律。好了，早点休息吧，啊！一起上班啊？啊，阿姨早。哎，阿燕送你一趟啊？周易安。哎呦，腰又开始疼了。于婷找我根本不是为了我处分的事情，她根本都不知道。哦，除了圆圆以外，你是我来荣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误会。既然你把我都当朋友呢，那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啊。你说呀？这个你在最高法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来我们荣中的基层法院？想入额做法官，就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在北京也有基层法院。对呀，我也想留在北京的基层法院啊。来荣州是于婷的安排，一来呢给法院增加审判力量，二来呢我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我可能会进步得更快。就这么简单。你笑什么呀？你不信啊？没有啊。你知道吗？大家一直以为你是我师傅的竞争对手。我和方庭长。这张院长马上就要退了，大家都以为我师傅要接他的班。这个时候呢，你从最高法空降到立案庭，你说大家会怎么想嘞？怎么可能啊！我连法官都不是。可你是正科呀，级别比我师傅高。再说了，你也是法律世家出身。所以我刚才所有的解释，你还是不信啊？不，那个我信啊。哎，我发现你很喜欢这个兔子。这个吗？人家有名字叫兔哈哈。说说吧，你这个什么兔哈哈哈哈兔，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没什么讲究，就单纯喜欢它的名字。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还能像它一样，哈哈2声，日子就不会过得太糟了。挺好，都挺好。哎，早上好啊，副法官。哦，福祥那边刚刚提交了一份证据。证据？什么证据？喂。喂，你好，是我，法院的周一安。周法官你好，有什么事儿吗？哎，你现在有空吗？如果您是要了解案情的话，麻烦您联系一下徐律师吧。不是，我想请你来听一场庭审，别的案子。别的庭审？对，别的案子。
素素，李芳宁的案子开庭之前，你去门口接一下默默进来。什么意思？你让他听什么庭审？我想给他一个说实话的机会。妈，我女儿被人欺负了，我不可能不去。兴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李芳宁诉被告全志鹏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依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目录上的顺序，首先由原告就自己的诉讼请求进行举证。在对方给你发这些让你感到被冒犯的信息时，你有没有跟对方提出过异议？没有。你既然不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我怕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怕他们觉得我矫情，排挤我。那你为什么现在都怕了？这么多年都不说，偏偏现在这个时候说，你有什么目的啊？注意法庭纪律。是因为我不想再忍了，我一忍再忍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尊重，而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我现在就想告诉那些人，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有权利不高兴，我都有权利不愿意。不是我太敏感，是他们太随便。下面传证人梅纯如。原告，你方申请的3名证人到了吗？没到。开庭前，原告你已经申请了证人出庭，今天证人为什么不能到庭？本来他们答应要来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改变了主意。下面由被告进行举证。传证人倪亮出庭。我已清楚证人的权利以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证人倪亮，你与原被告是什么关系？我是被告全志鹏及原告李芳宁的直属上司。请证人如实陈述你所知道的事实。拍背事件发生1周之前，总公司决定销售2部的总监将会从李芳宁和全志鹏2人当中产生。通过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提供的微信截图记录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这个就是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提供的微信截图记录。那我们可以看到，李芳宁小姐已经知道销售2部的总监不是自己，就是全志鹏之后的1周发生了拍背事件，非常明显，
李芳宁是想利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压权志鹏。原告，证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属实？属实，但这和本案无关。法官还想补充一点，李芳宁小姐，她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她都是一个不太检点的女人。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我女儿怎么不检点了？你拿出证据来！安静，请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我请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哪里不检点？法官，我们公司的客户都是高净值人群。李芳宁小姐在公司任职的5年期间，不止一个客户曾经向我反映过，她都有不太体面的言语和举止。他撒谎，事实正相反。有一次是我被客户骚扰，我向他反映，是他要我息事宁人。他还说做销售工作的，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李芳宁小姐，这里是法庭，不要激动，请举证。原告，请你控制情绪，你先坐下。你说曾经因为类似的事情向你的主管反映过，那么有没有当时的谈话记录或者录音？没有。证人宁亮，你说李芳宁在公司期间曾不止有一个客户向你反映，说他有不太体面的语言和举止，你有相关记录吗？审判员，因为这些涉及到客户的隐私，我们是不可能记录的。证人还有什么要说的？法官，公司知道了2位员工的矛盾之后十分重视，且我们公司一向是遵守法纪的，除了努力服务客户的同时，也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那么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对工作当中怀有私人目的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员工，一律零容忍。请证人退庭。经原告申请，迎盛鼎公司工作人员尤小果、梅纯如、陈轩在庭前就有关事实到本院接受了调查询问，请书记员展示证据。法官，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我们愿意给李芳宁作证。请注意法庭纪律。审判长，证人出庭的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仍然属于举证质证环节，且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允许作证，反对无效。凭什么呀？该他们作证的时候不作证，这会儿出来这算什么呀？是啊，这算什么呀？凭什么呀？听法官的还是听你们的呀？安静，现在请证人如实陈述你们所知道的事实。我可以证明，上次关车门，全志鹏的确说了带颜色的话。全志鹏和宁姐经常有肢体上的接触，他总是故意靠近。宁姐有时候想躲远点儿，他却故意装无辜。全志鹏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平常经常对女同事动手动脚的，我们都躲着他。他这次摸宁姐的背，绝对是故意的。宁姐的事情发生之后，公司又下了封口令，不允许我们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看法，否则就让我们走人。我们本来也害怕来作证，因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这么乌烟瘴气的公司，我也干不下去了。我的脸型不适合长发，可是你总非让我留起来，而且不让我扎头发，说要有女人味儿，客户才喜欢。有一次客户半夜叫我去他们家签合同，我害怕就没敢去。第二天告诉倪总，倪总反而说我丢了客户，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是很害怕，但是我要给宁姐讨一个公道。我相信法律会保护她，也会保护我们的。哎，这人有点眼熟哎。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一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谐的价值目标和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同事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尊重，是良好职场风气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场交往中，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李芳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以及梅纯如、尤小果、陈轩等3名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权志鹏在上班期间、工作场所多次采用语言挑逗，趁对方不备，触摸背部、裸露部位等方法骚扰李芳宁，对其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现判决如下：全体起立。现被告权志鹏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公开在《荣州晚报》个人微博账号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李芳宁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需经本院审定。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权志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完毕，闭庭。谢谢法官。哎，方保安你好，我是法理报的记者，请问这次为什么会判原告上诉呢？请问这一类案件有什么难点呢？那根据它的这个民法典，它有什么依据呢？这次案件对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建议意义是什么？各位，我们法院将召开人格权典型案例的发布会，欢迎大家的到来，届时大家所有的疑问都能得到解答。好，各位，咱们发布会见啊！好，谢谢各位。透露一点，透露一点。具体的时间，林姐，看时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谢谢，谢谢你们今天能来。不行。谢谢你，叶欣。没有你，我熬不到今天。祝贺你！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胜利，更是公平正义的胜利。方婷，
真的太解气了。哎，这么说也不对啊。我们法官办案是理性的，不存在什么解气问题。那我换个说法，太有成就感了。如果这3个证人不到场的话，这案子您能判下来吗？也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因为证人的证词我们在开庭前就有笔录，所以小叶你记着啊，像这种案子，如果证人愿意出庭作证，那么很多法官往往就容易忽略庭前调查、固定证据，因为人情世故是说变就变的，一定要做好笔录，有备无患。明白了。哎呀，不用记了，脑子记住更重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王婷，我先走了。王姐，哎，考考你。今天方婷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专门提到了民法典的第几条？第1010条。那为什么要提这条？反性骚扰入典是立法的一大亮点。王姐，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没有啦，你确实是行走的法条，行了吧？李芳宁的案子出手了，开心吧？他胜诉了，我当然开心了。我也挺开心的，希望他真的案结事了啊。王姐，你还生我气吗？气啊！哼，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把法条背得那么熟，搞得我们老年人很有压力的，好吧？跟你开玩笑的。但说真的，就法理而言啊，你们现在年轻人真不错，佩服。哪有啊，王姐，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但这结了婚生了孩子，心态变了，这里有点跟不上。说实话啊，在法院我工作了20多年，经验呢是有点的，但是李芳宁这个案子啊，给我触动挺大的。按照以前的老观念，像这样的情况，息事宁人可能是对当事人最好的保护。可现在的法律环境变了，大家的法治观念也强了。我再按照老方法办案的话，就办不好案子了。还是要学习，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学习。是我们要向您学习，学习经验呀。商业互吹嘛，搞得浑身鸡皮疙瘩呀。叶欣，怎么了？我之前老说你，你别在意啊。你对我也没往心里去的，谁也别嫌弃谁。继续带我们老年人一起玩耍呗，好不好？不好呀呀呀呀！薇薇，拿把椅子。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周法官，您有什么事儿吗？喝吗？不喝了，谢谢。默默，这个案子呢，我建议你还是调了吧。要不您还是找徐律师吧，我今天有事儿就先走了。一定要我说的很明白吗？现在我还能帮你，你要是走了的话，我可什么都做不了。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富祥那边的证据。什么证据？薇薇，你把莫小姐的问询记录给我拿过来。周法官，根据你的叙述，那晚福祥喝醉了，你把福祥送到小区楼下后，对司机表示希望由他送福祥上楼，是吗？是的。但是司机却以董秘书要用车为由，拒绝了你。
你确定吗？确定啊。莫秘书，我来送副总上去。不用不用，您赶紧回去休息吧。你一个女孩子扶不动副总的。你太小看我了，我还有个紧急工作要问副总呢。您先回去吧，没事的。福祥的行车记录仪里有录音的功能。今天早上司机去保修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段录音。默默，当初你可没有跟我说实话，为什么？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觉得很丢脸，我会哭。周法官，你这么纯情呢？我没什么好哭的，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那跟我说说，看能不能让我也开开窍。周法官，我上了16年的学，曾经也是985的优秀毕业生。我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就是为了早点升职加薪。可是我在公司每天做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工作，没有人看得到我的努力。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低头工作是没有用的，想要往上走，就得找对人，得下对功夫。可是福祥已经结婚了，他现在的女儿比你小不了几岁，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我能怎么办呢？你知道我现在多大了吗？我现在一无所有，还丢了工作。我现在只能身边有谁我就抓着谁。福总的上一任女秘书，30岁后生完孩子就去了后勤部，不就是被孩子拖累了吗？没法加班，没法出差，她在公司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我不想像她那样的生活，我还要好好工作，我还要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的人生价值，一定要靠歪门邪道吗？在你那儿是歪门邪道，在我这儿，这就是现实。那是你的现实，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像你这么想。周法官，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何必那么幼稚呢？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来看李芳宁的庭审吗？想给我上一课是吧？你错了。李芳宁在控诉男同志对她性骚扰期间，她丢了工作，经受网络暴力，就连她妈妈都嫌弃她不理她。她的现实比你残酷得多，你知道为什么吗？不需要知道。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用错误的方式为自己谋利益，所以大众才会对女性有越来越多的误解。周法官，这是跟我当事人聊什么呢？不好意思啊，梅小姐，来晚了。周法官，您可能忘了，我是莫小姐的特别授权人，以后有什么事情，最好先跟我沟通。谢谢。莫小姐，我们走吧。不用了，我想撤诉。莫小姐，你不要害怕有什么新证据出现，就算是有，是真是假还不一定，而且我们可以去申请。我知道你说什么，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周法官，但我有个要求，我想见一下副总。副总，默默说他要撤诉，希望和您谈一下。没什么好谈的吧？副总的态度和之前一样，开除的时候已经给过他赔偿了。我不是为了要赔偿，我今天来
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副总，您能转过身来吗？您是喜欢我的，对吗？是您录取了我，让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毕业生做了您的行政秘书。在我犯错的时候，你没有批评我，而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些都不算的话，那您带我出去应酬的时候，客户灌我酒，您都会为我挡了。这是为什么？你从来不会为别的女员工做这些事情。这就证明了你喜欢我，对吗？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的确很喜欢你，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默默，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跟我女儿很像。陆总好。你们都是水瓶座，都喜欢唐老鸭。我录取你，是我想着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也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不骂你，是我想着我女儿在工作中也会犯错误，也需要一个改正的机会。我替你挡酒，是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女儿在餐桌上被一帮男人灌酒。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做的，我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对你，仅此而已。你少骗人了好吗？我说的都是实话。默默，你还年轻，以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好的往前走吧。朱法官，谢谢。如果没有你，这个案子会毁了我，更会毁了他。这就是我的工作。天底下少一些仇恨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这不更好吗？那其实还有个问题我没有弄明白啊。什么问题？那我觉得吧，这默默请不起徐天做代理律师，而且徐天自己也很明白，以现在有的证据啊，默默也许会输。而且默默要撤诉的时候，他还拦着。会不会是因为职场性骚扰是热点关注，所以他就想借这个案子出风头？不对，这以他的履历啊，也不需要出这个风头呀。是，莫小姐执意要撤诉。行，那我知道了。吴女士，你的离婚诉讼打算什么时候启动啊？我再考虑一下吧。根据今年刚刚实行的民法典，具体规定了性骚扰的定性是属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范畴。那么在具体到法条的位置，是在生命健康权之前。其实这种体系安排已经说明，性骚扰
侵害的是人格权，既可能是属于身体性权利，也可以属于精神性权利。民法典将受害者笼统规定为他人，这就同时包含了男性和女性。这也是我国首次承认，男性和女性都有免于性骚扰的权利，同时也验证了现实中男性也容易被性骚扰而无法得到正常保护的一个现状。另外，民法典还规定，对于性骚扰行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职场性骚扰事件这2年并不少见，但很多案件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无疾而终。此次原告胜诉，是否是因为法院感受到了网络舆情和媒体舆论的压力呢？要不我来说说？你来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所以呢，今天也想借着您这个问题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作为一名基层法官的心里话。这个李某某案啊，刚开始在网上发酵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网友、网民啊，在舆论上骂法院，骂我们法官，说我们不作为，说我们和稀泥。那么舆论监督当然必要，甚至我们是非常希望网友、媒体行使这个监督的职能，给我们挑毛病，是吧？对我们工作呢来讲，这是一种鞭策。当然，借这个机会，我也特别想说，当我们工作调解还不错的时候，各位媒体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适当的鼓励鼓励、表扬表扬？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欢迎舆论监督，但不能也不会接受舆论审判，因为这恰恰破坏了我们整个司法的权威性。我们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媒体、社会各界能够对我们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更有信心。我们呢，不管多难，我们都会让公平公正在每一个案件中得到回响。希望未来我们大家能一起见证中国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新成就。说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段。我也是临时起意，瞎说两句。哎，你可以展开一下，写篇文章。好。小姐，哎呀，刚才老钟找你说什么了？处分的事儿，见面谈话。不错了，算是手下留情了，将来也不影响你入额，以后长点教训吧。方厅长，我想求您件事儿。小叶，别想了，啊，到了这时候，不要再去争论，也不要再去说，没意义了，以后再说吧。不是这个事儿，我是想问您，能不能收我当徒弟？啊？没事儿，我知道，我来这儿时间短，提出这种要求挺唐突的，您就当我没说过吧。不，这事儿可以啊。真的吗？啊，是，但是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啊！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拜我当师傅啊？您刚才在台上说的那番话，我真的特别感动。有很多事儿我一直想不清楚，也不明白，但从您说的话里，我找到了答案。让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那您是同意了？同意了。师傅，那我就再跟您说件事儿。你说。我听说啊，前段时间呢，您以为我从最高法调过来，是要抢您的位置？胡说八道！不，这谁跟你说的？这肯定这是小朋友，这完全不可能嘛！我就说不可能嘛。但如果您真的把我当假想敌，您还能待我这么好，
那只能说您是真君子。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哎呀，好，我也努力，好吧？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师傅，走。是师傅。一会儿我要去中院开个会，所以你们俩把这个调解分头联系一下。好。方厅长，哎，小欧，什么事儿啊？您被投诉了。被投诉了？哪个案子？一宗离婚案，当事人呢叫蔡丽，你还记得吗？我记得。这个案子已经审判生效了呀，而且当时双方也没再上诉，怎么现在又投诉我了？而且这回啊是2个人一起投诉的。这男方说啊，你剥夺了他的上诉权。不可能，他当时递交过来的上诉状是空的，我还打电话催过他，让他重新递交，结果过了上诉期他都没交过来。那你们跟当事人说了吗？当然啊，我这里有聊天记录的。哦。哎，那女方怎么说啊？女方说啊，因为男方不服从判决，把孩子给抢了，不让他见。那这跟我们法官有什么关系啊？让他申请执行不就完了吗？王姐，我就是过来，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哎，对了，方厅长，这对夫妻当时打这个官司是争过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对吧？没错，这案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他们俩呢，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吵得很厉害，但是这2个人的抚养条件他各有利弊，所以呢，我就把孩子叫到一边，我问了孩子的情况，我问他愿意跟着谁，这孩子斩钉截铁跟我说就想跟着他妈妈，所以最终才把这孩子判给了蔡丽嘛。这一句漫长的承诺，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这一盏跳动的灯火，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时刻，有你声清亮的吹影敲响正义的磅礴。原来这就是爱的证据，有一生不变的执着，像心底向阳的种子，证明这份漫长的承诺。举着一盏跳动的